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 Domiss，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歐文。今天我們特地來到台南最潮的早午茶新勝地——台南精英酒店的府城茶樓。這裡不只有蒸籠吃到飽，還有叉燒、油雞、現做料理以及甜點、港式飲茶，是不是超級豐盛的呢？而我們今天費用是880元，加上18服務費，用餐時間為2個小時。朋友在這邊看之前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哦。嗨，朋友們，早安！再難都要記得微笑哦。我們今天來到府城茶樓，來吃點早午茶。看一下，這個是他們的自助吧餐台，很長的一排。這邊還有很古早味的推車，看起來好像不錯哦。那我們來先看一下，香魚烘蛋，看一下裡面有什麼。看起来還不錯哦，有點像那種麻婆豆腐的感覺。再下一個，炒季節時蔬，切炒青菜。上湯燴時蔬，就是白菜。所以我們再往下一個。鮮蔬五花肉，鮮蔬五花肉，這是一些感覺像是炒肉片之類的，還蠻香的哦。再來往下一個橙汁排骨，看起來應該橙香味很甜哦。再來下一個是宮保雞丁，還不錯哦。酸菜魚，哦，酸菜魚感覺不錯哈，可是魚肉感覺蠻白的。銀芽衣腐麵，就是炒麵。蘿蔔糕跟海鮮餅，韭菜海鮮餅跟蘿蔔糕。我們再往旁邊走。旁邊這邊是一碟湯品，這個是紅豆湯，裡面有湯圓哦，在這邊就看到裡面有湯圓。再往下一個是西米露，椰香西米露。走到旁邊是飲料區，還有柳橙汁、芭樂汁，哇，牛奶不錯哦，還有微糖的豆漿，熱水咖啡機，這裡還有熱牛奶。熱豆漿、絲襪奶茶都是熱的。那旁邊這個是特色菜，看起來有點像是春卷之類的，不知道是什麼。還有鹹水餃、蜜汁叉燒，看起來個頭都蠻大的哦，還不錯哦。在我旁邊，這邊是水果，4種水果糕點、桂花糕，還有涼拌的。這個涼拌的我們就先跳過咯，我們先往下一區。在這邊還有一點蒸籠，這邊有清蒸肉圓，清蒸肉圓是很小顆，一口悶的肉圓。再下一個，這有鹹蛋碗粿，看起來都是小小的，這樣感覺不錯哦，可以吃比較多哦。主要是米糕，也都是小小的，我覺得這個蠻貼心的哦。想吃可以多吃，他想品嘗的就是品嘗一下就可以。那還有今日煲湯，這不知道是什麼湯，藥膳味很重哦，這感覺是牛肉湯。這是生滾牛肉粥。生滾牛肉粥，旁邊還有港式碗仔翅，感覺像那種魚翅湯之類的。那這邊還有一些粥品的拌料，旁邊有南瓜粥，南瓜粥可以配一下旁邊的這些拌料。那我們再往旁邊。旁邊這個是
決明子茶，它這邊是片鴨用的一些醬料，你可以自取哦。燒鴨在這邊，他們在這邊幫你處理片鴨。這邊是魚蛋包粥，咖喱魚蛋跟豆腐鮮粥。那這邊是有牛肉湯，這邊還有肉燥飯。這邊有麵。這邊可以點港式燒鴨、叉燒、蜜汁叉燒、油龜、玫瑰油雞，還有大香腸。那它的部位是沒有辦法指定的哦，這邊是現切的。来看一下，現場看起来很大哦，座位跟座位之間也都蠻寬敞的哦。那我們就開始用餐吧。那我刚剛的自助吧拿了一些料理回來，你看一整桌是不是非常豐盛呢？那我們就開始享用吧。我們先來食用經典燒麥，燒麥看起來是蠻漂亮的哦。入口的 Q 彈扎實感是無話可說的，但它的鮮甜度好像稍微重了一些，吃起來蠻重鹹的哦。但內餡蠻 Q 彈的，還蠻好吃的。再來是銀色鮮黃的魚翅餃，看起來就是相當的可口。相對於燒麥，魚翅餃吃起來就相對清淡了一些，口感整個吃起來是蠻緊湊的，帶點 Q 彈感，而且伴隨着稍微的甜味，整體口感上還是稍微淡薄了一些。外表呈現半透明，相當漂亮的水晶蝦餃，看起來一定是相當美味。半透明的外皮帶着微彈的口感，裡面的蝦子是2隻小小的蝦子，吃起來鮮味是蠻足夠的。接下來歐文手上的是撒尿牛肉丸，你自己看看味道如何？微鹹的牛肉丸帶着淡淡的蔥味，整口感還沒那麼 Q 彈，稍微有點軟嫩，沒那麼好吃。旁邊的糯米珍珠啊，看起來像水晶般的樣子，吃起來就像米糕的口感，整體上沒有什麼太大的驚豔。旁邊的豉汁排骨看起來是蠻吸引人哦。肉質的鹹香口感是無話可說的，伴隨着而來是 Q 彈的肉塊，整個咀嚼起來是蠻滑嫩順暢，而且它的鹹味調製的恰恰剛好。旁邊的鳳爪看起來是色香味俱全，就喜歡鳳爪這種微甜帶點滑嫩的口感，整個吃起來是蠻濕潤的，不會說乾乾的樣子，整個入口即化是相當的愉悅。再來是蜜汁叉燒包，那顏色看起來蠻清淡的。蜜汁的口感還是蠻清淡的哦，吃起來有點像是我們吃的肉包，只是說鹹味變成甜味樣子。再來是流沙包，看起來沒有那麼流沙。流沙包的表皮水分過多了，所以它的表皮看起来都是軟軟的，但是裡面內餡鹹蛋黃味還是蠻重的，還不錯。桌上流沙包還有這小豬樣子，看內餡整個是跟一般流沙包是一樣。最後一個蒸籠類的甜點心太軟，它是桂圓加上麻薯，吃起來一定 Q 彈感十足。入口是那甜甜的桂花香帶的麻薯的口感，整個層次風味是蠻特別的哦。嗨，朋友，那我們蒸籠類都吃完了哦。蒸籠類呢，我覺得整體吃下來，整個水準還是蠻在線的，跟上次歐文去吃岳陽閣好太多了。接下來蒸籠吃完了，我們來吃它的叉燒。在吃完蒸籠類，歐文就迫不及待來吃現切料理，有叉燒、玫瑰雞、燒鴨跟大香腸。那我們來先吃大香腸。它的大香腸是歐文喜愛的那一種，是屬於甜味的。旁邊的蜜汁叉燒看起来是相當誘人。叉燒的肉絲是蠻 Q 彈扎實的，而且有淡淡的紹興酒香，跟甜着的濃郁的香氣。歐文手上油嫩的油雞，真是迫不及待。大口吃油雞就是滿足，油嫩的口感，真是相当的美味。但美中不足就是骨頭太多了。再來是燒鴨。
鴨肉的扎實感是無話可說的，伴隨着鴨肉的特殊香氣，整個口感層次是蠻棒的哦。那我們現在切的雞鴨就吃完嘍，整體上還是水準不錯。接下來我們來吃涼拌類的海帶鴨，就是那脆脆的口感。干貝唇，還有雞嗓。就愛這種去骨的雞嗓，整個 Q 彈感是相當棒。煙燻豬耳朵，辣味螺肉，再是自助吧上的一些菜品，香魚烘蛋，蛋的軟嫩滑順度是相當夠的，吃起來感覺像是麻婆豆腐的香辣口感。旁邊的酸菜魚，我們試看看口感如何。酸菜魚的魚肉我覺得蠻可惜的，全部都結成塊，吃起來有點干干的，沒有那種細緻滑順感。但黃色相當漂亮的橙汁排骨，我們試看看。甜橙的香氣是相當足夠，帶着淡淡的甜味，入口的肉質也是蠻軟嫩的，整個口感層次是相當迷人的。這橙汁排骨還蠻推薦的哦，真的蠻好吃的。旁邊的宮保雞丁看起來是蠻香辣的。一入口來就是辣味衝上來，喜歡吃辣的朋友，宮保雞丁絕對不要錯過了。歐文手上的五花肉看起來是蠻一般的，口感果然是一般，但鹹味有點太過頭。外表翠綠相當漂亮，韭菜品吃起來一定是相當可口。韭菜的香氣是沒話可說的，但是有點太過油膩了。來自港式料理不吃蘿蔔糕可以嗎？這才是真正蘿蔔糕，入口有淡淡的蝦米香氣。再是它的自助吧上面的最後的一半部嘍，小肉圓真的是小巧可愛，一口悶剛剛好。外皮的水嫩滑度感是無話可說，但吃起來口味是一般般。再是米糕，鹹甜的口味是沒毛病的，糯米的 Q 彈感也是有的，但這個在南部來說呢是沒什麼特別，還蠻一般的。在歐文手上鹹蛋花粿看起來是相當可口的，蛋黃味是有的，但吃起來是沒什麼特別。最後一個小波皮蛋豆腐，在歐文手上是特色菜，外表看起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我們嘗試看看。感覺就是炸春卷的感覺，只是說外表是用豆皮包裹的。在歐文手上的秘制叉燒酥，歐文已經迫不及待。外表是千層的酥脆感，裡面帶點叉燒的甜味肉餡，也是相當迷人。再是相當大顆的鹹水餃，再像茶凍的桂花糕。綠豆糕，再是歐文相當期待的菠蘿油，我們來上看那口味感如何哦。外表就是那微酥微鹹的菠蘿麵包口感，綿密鬆軟，裡面的鮮奶油冰涼滑順，整個層次搭配起來相當的美味啊！再是非常大的蛋撻。嗨，朋友們，歐文吃飽啦，自助吧台以及蒸籠呢，幾乎全部都吃了，除了主食之類的，歐文就沒有吃。那整體上呢，餐點的水平還是蠻不錯的哦，該有的味道都是有，不會說過多或過少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哦，如果喜歡的影片呢，請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歡迎你跟歐文說，你最喜歡吃哪一道港式料理，都可以跟歐文說。我是懂歷史歐文，吃貨永遠不會餓。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用胃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記錄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動力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